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北。之前2期吃的鱼呢，个头都比较大，但是今天这个松江四腮鲈这个鱼呢，是前2天我接连收到3条私信让我测评。在古代呢，这种鱼特别的有名，最初应该是有一个西晋时期有一个人叫张翰啊，不对，不是这个张翰。这个人呢，当时以品尝家乡的鲈鱼纯菜为由，辞官回家，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而其中的鲈鱼，经考究，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指这个松江四腮鲈。那之后呢，纯鲈之思变成了一个成语，借指对家乡的思念之情。后来的历史上也有许多文人墨客用诗词赞美这种鱼，这里就不一一例举。后来这种鱼的名气越来越大，位列中国4大淡水名鱼之首。从隋朝以来，便一直被列为贡品，被誉为国鱼和江南第1名鱼。那大家一定很奇怪，这种鱼这么有名，为什么很少听说呢？因为实在是太少见了。在72年尼克松访华的时候，周恩来总理亲批的菜单中就有这种四腮鲈。当时出动了30条渔船，也就捕到了寥寥几尾。尼克松尝过之后呢，赞不绝口，还把这种鱼案例给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。那到了86年，伊丽莎白2世来上海的时候，就点名要品尝这种鱼。据说当时300条渔船同时作业，1条四腮鲈都没找到。在之后，复旦大学成立了一个科研小组，专门研究这种鱼的养殖方法。到2014年，养殖的四腮鲈才重新出现在了市场上，当时的价格是1条500块钱。当然，又经过几年的发展，现在这种鱼已经没那么贵了。这么1条30克，现在只需要74块钱，但是换算成单斤的价格的话，是1244块钱，而且全国只有1家公司有卖。那我也非常好奇，这种鱼究竟有没有传说中的那么鲜美？这种鱼的烹饪方法呢，最有名的就是鲈鱼纯菜，我还特意买了纯菜，但是我查了很多资料，只能找得到普通的鲈鱼纯菜的做法，而纯菜四腮鲈的做法我是没有找到。如果有人知道的话，可以私信给我。那我们今天就尝试3种做法：四腮鲈炖蛋、四腮鲈枸杞汤以及清蒸四腮鲈。话不多说，料理开始。这种鱼看着还真是挺丑的，跟个蛤蟆一样。它这个腮的位置有2道橘红色的线，看着像有4个腮一样，也就因此得名。肚子里的鱼肝、鱼胃、鱼籽留下，其他的清理掉。2条清蒸，2条炖汤，1条炖蛋。趁热，先来一口汤。说实话，这个汤，因为我看别人吃过这个鱼，一口下去啊，上天，掀掉舌头的那种感觉。但是，你说它鲜嘛，也鲜，但是并没有很夸张。而且据传这种鱼是一点腥味都没有，我觉得也言过其实了，腥味还是有一点点的，而且也没有鲜到很夸张的程度。再尝尝这个清蒸的。这个清蒸的确实是很鲜，但是它的鲜主要来自于蒸鱼豉油，它的鱼肉确实是非常的嫩，但是鲜味就没有很夸张。最后是这个非常有名的四腮鲈炖蛋。
这个蛋是真的好吃，非常滑嫩，但鱼的味道没怎么吃出来，我还是吃鱼吧。这个鱼吃着就有一瞬间它的鲜味一下涌上来了，但是我觉得一般的鱼差不多也可以达到这种鲜度，而且传说中的一点腥味都没有，这个确实言过其实了。哇，这个鱼干啊，这个鱼干，哇，这个鱼干有点上头。这个鱼的鱼干非常的滑嫩，而且特别的鲜，鱼干比鱼肉本身要鲜多了。我觉得我的这个蛋应该是全场最佳。这一小点是鱼子，鱼子比较普通，而且腥味较重。这鱼干，哇，这个鱼干是直冲脑门的鲜，而且带有一点点微苦。这鱼肉本身就非常清淡，这汤喝起来确实鲜度一般，我喝的时候就非常有冲动往里面加点味精。好了，总结下来，这个鱼汤菜谱上说的是除了盐不需要放任何的调味品，但是体验下来我觉得鲜度是差一点的。这个清蒸四菜鲈确实是很鲜，但是它的鲜度主要来自蒸鱼豉油，用我们平时吃的花鲈也可以达到这个程度。而这个四菜鲈炖蛋确实是非常好吃，但是因为今天没有准备对比，所以我不太确定这个四菜鲈给这个炖蛋加了多少分。这个四菜鲈的表现其实已经很棒了，不过因为它的名头太响，而且我看别人吃对它的评价非常的高，所以我其实对它的期望是有一点高的。而实际品尝下来，它离我的想象还是有一定的差距。不过呢，它毕竟是养殖的，味道没有办法跟古代的四菜鲈相比，这点倒也无可厚非。那总的来说，如果你非常感兴趣的话，可以买几条回来尝一下，但是也不要抱太大的期望，不然你会像我一样有一个非常大的心理落差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不要忘记3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拜拜。